深度解析周深，从合同签了吗看独立艺人的智慧与格局。说实话，最近娱乐圈里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话题，莫过于周深在活动现场那句神来之笔的合同签了吗？咱们今天不聊八卦，就借着这个由头，好好琢磨琢磨周深这一路走来的职业轨迹。你看，从当年那个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怯生生唱歌的大男孩，到如今能够从容应对媒体刁钻提问，掌控全场节奏的独立音乐人，这中间的跨度可不是一星半点。每次看到他在镜头前那种云淡风轻的样子，我心里都忍不住感慨，这哪里是运气好，分明是厚积薄发的智慧。咱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到那个引发全网热议的瞬间。2026年3月9日，在电视剧《品质盛典》的后台，那场面想必是热闹非凡，长枪短炮对着明星，记者的问题往往也是带着几分试探甚至挑战的意味。当时有媒体直接问到了合约这个敏感话题，换做别的艺人，可能要么打太极含糊其辞，要么就一脸尴尬不知如何作答。但周深不一样，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：合同签了吗？如果没签，这话说得轻巧，却像四两拨千斤一样，瞬间把主动权拿回到了自己手里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不仅仅是一句玩笑，更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。他既没有正面泄露商业隐私，又用幽默化解了潜在的尴尬，这种反应速度，没点阅历和底气是真装不出来的。这一瞬间被顶上热搜，真不冤。网友夸他脑子转得快，其实夸的是他那份处变不惊的从容。说到这份从容的底气，就不得不提他背后的独立运营之路。大家可能还记得，周深是从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开始被大众熟知的，那时候他签的是梦想强音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，一签就是6年。对于新人来说，这6年是成长的黄金期，也是被保护的温室期。但到了2020年6月，合约到期，摆在周深面前的路其实有很多条，是继续找大公司签约，拿资源换安稳，还是自己出来单干，承担风险换自由？周深选择了后者。仅仅1个月后的7月，上海劲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成立了，他个人持有95%的股份，还担任监事。这个数据真的很惊人，95%的持股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对自己的音乐生涯有着绝对的话语权。在我看来，这需要极大的勇气。毕竟在娱乐圈，脱离大公司的庇护，意味着你要自己扛下宣发、制作、商务等所有压力。但周深敢这么做，说明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着清醒的认知，也对未来有着明确的规划。咱们再细细看看这个工作室的布局。注册的选在上海影视乐园，业务范围涵盖了音乐制作、演出策划、IP 开发等多个领域。这可不是随便挂个名头，而是实打实的在构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。以前艺人只管唱，公司管运营，现在周深是把这2个环节都抓在了自己手里。这种个人工作室加关联公司的模式，在业内其实是很超前的。我观察了很多独立音乐人，很多人单打独斗，最后因为精力分散而疲于奔命，但周深显然走的是模块化团队架构的路子。他通过专业的团队分工，提升了创作效率，同时又没有失去对核心内容的把控。这种模式让我感觉到他不仅仅是一个歌手，更是一个正在成熟的主理人。他不再是被动的执行者，而是主动的决策者。这种身份的转变，才是他如今能够游刃有余的根本原因。当然，光有架构还不够，还得看实实在在的成绩单。从职业轨迹来看，周深的转型具有非常强的前瞻性。工作室成立后，他做了一个很关键的动作，就是与腾讯音乐人平台合作，建立了全链路版权体系。这个动作在商业上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的作品收益分成从原来的行业平均水平提升到了70%。咱们都是成年人，谈钱不伤感情，反而更真实。对于音乐人来说，版权就是命脉。以前可能唱得再多，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平台或公司，现在自己能拿到70%，这是对创作者最大的尊重。2024年的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，他自主发行的15首歌曲中，有9首跻身年度榜单的 Top 10，这个转化率简直高得吓人。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，更证明了市场对他音乐品质的认可。独立运营并没有让他的音乐变得小众，反而因为没有了过多的商业干预，让他的创作更加纯粹，从而赢得了更多听众的喜爱。这次合同签了吗的小插曲，其实是发生在他第3次亮相电视剧《品质盛典》的背景下。这个细节很有意思，说明他已经是这个盛典的常客了。在现场，他不仅演唱了悬疑剧《唐宫奇案》的主题曲《迷宫》，还从2021年的电视剧品质金曲获奖者逐渐成长为年度品质金声。
这一连串头衔的变化，看似只是几个字的差别，实则是行业对他价值认可的升级。我记得第一次听迷宫的时候，就被那种空灵又带着悬疑感的嗓音吸引住了。他能根据剧集的风格调整自己的唱腔，这说明他在艺术上的可塑性极强。而这种艺术价值的提升，又与他成立个人工作室后整合资源的能力息息相关。因为有了自主权，他可以更精准地挑选适合自己的影视项目，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安排。这种良性循环真的让人看得很过瘾。咱们再往深了想，周深的这种独立运营模式，其实给整个行业都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。过去我们总觉得艺人离开大公司就是自断臂膀，资源会跟不上。但周深用实践证明，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和专业度，独立运营反而能释放更大的能量。他通过北京分公司积极拓展影视制作领域，这说明他的野心不仅仅在音乐上，还在更泛娱乐的领域。这种布局让他不仅保留了创作的主导权，还能在商业资源的整合上更加灵活。此次合同签了吗的事件，正是他职业转型后应对公众关注的典型缩影。他展现了一个独立艺人时代所需的全新公关智慧，不卑不亢，幽默化解，既保护了隐私，又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。我觉得这才是新时代艺人该有的样子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，而是有血有肉、有智慧的职业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。外界看到的都是光鲜的热搜和漂亮的财报，但背后的压力只有周深自己知道。从签约艺人到厂牌主理人，这个角色的转换需要处理无数琐碎的事务，要管理团队，要对接商务，还要保持高强度的创作状态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他是怎么做到在这么繁杂的事务中，还能保持嗓音的状态和演出的质量的？这背后一定有着极强的自律和时间管理能力。每次看到他在舞台上全情投入的样子，我都觉得那是一种对职业的敬畏。他没有因为成了老板就松懈，反而因为肩上的责任更重，对每一个舞台都更加珍惜。这种态度或许才是他能够长红的核心秘密。还有一点让我感触很深，就是周深与粉丝与公众的沟通方式。这次合同签了吗之所以能成为热梗，不仅仅是因为话术高明，更因为大家感受到了他的真诚。他没有用官方的套话去敷衍，而是用一种朋友间开玩笑的方式去回应。这种亲和力是装不出来的。在如今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很多艺人忙着立人设，忙着顾粉，却忘了最本质的沟通。周深这种去油腻的沟通方式，反而让他赢得了更多的路人缘。网友们纷纷称赞他高情商，其实是在称赞他那份难得的清醒。他知道什么是该说的，什么是该藏的，什么是可以拿来活跃气氛的。这种分寸感是多年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修炼出来的，也是他性格里自带的温润。展望未来，周深的这条路还会怎么走？我觉得充满了想象空间。随着个人工作室的成熟，他可能会有更多的跨界尝试，甚至在音乐剧、综艺制作等领域发力。他现在已经平衡了艺术创作的自由与商业资源的整合，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。很多艺人要么为了艺术饿肚子，要么为了商业丢了口碑，但周深似乎找到了那个平衡点。他的音乐作品既有艺术高度，又有市场热度；他的商业活动既有品牌价值，又不消耗个人信誉。这种双赢的局面是无数从业者梦寐以求的。此次事件也提醒了我们，在关注艺人作品的同时，也要看到他们作为经营者的一面。一个优秀的艺人，必然也是一个优秀的自我管理者。总的来说，周深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歌手成名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成长、选择和智慧的案例。从2014年的初出茅庐，到2020年的独立门户，再到如今在行业内的游刃有余，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。那句合同签了吗？看似随意，实则凝聚了他多年的职业思考。他告诉我们，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探究，最好的回应不是对抗，而是用实力和智慧去化解。对于喜欢周深的朋友来说，看到他能掌控自己的事业，拥有更多的自由去创作好音乐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而对于行业来说，周深的模式或许会激励更多有实力的艺人尝试独立运营，推动整个生态向着更尊重创作者的方向发展。我想说，周深的成功不可复制，但他的职业态度值得学习。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，能沉下心来打磨作品，能清醒地规划路径，能幽默地面对风波，这样的人走不远都难。咱们作为观众，就继续期待他带来更多好听的作品吧。至于合同签没签，那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他签下了自己人生的主动权，这才是最精彩的合约。这一路走来，风雨兼程，
周深用他的声音和智慧，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完美答卷。看着他现在自信的样子，真心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未来的日子，希望他能继续保持这份初心，在音乐的道路上，唱出更多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毕竟，像这样既有才华又有脑子的艺人，真的是且听且珍惜。